军火库接连被炸，俄军后方天翻地覆。普京急了，精锐部队调往库尔斯克，为吞并乌克兰领土，东部战线推进停滞。伊朗送导弹只送一半，俄军有弹无枪，大呼上当。俄军计划攻击核设施，乌克兰发出警告。以色列军队突袭半岛电视台，勒令关闭办事处。精彩资讯即将开始。我们先来看看乌克兰东部战线的情况。9月21日，哈尔科夫市以北的俄军在赫里伯克以西的别墅区内实现了小幅推进。乌克兰哈尔科夫集团军报告称，2辆俄罗斯摩托车在试图和赫里伯克附近的俄罗斯第11坦克团会合时，触发了乌克兰埋下的地雷。而根据当地乌克兰军官的说法，俄罗斯军队在哈尔科夫附近部署了阿赫马特特种部队，迫使俄罗斯军队继续前进。在卢甘斯克前线，俄军继续在库皮扬斯克到克雷明纳一线发动进攻。目前，俄军已推进到基斯利夫卡以西的阵地，这表明他们可能已经占领了此地。有消息称，俄军还占领了涅夫斯克，但并未在此处发现俄军士兵的踪迹。而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报告则指出，俄军目前在卢甘斯克地区的进攻重点仍是涅夫斯克附近，而在南部的顿涅茨克，俄军也在不断冲击乌克兰防线，但收效甚微。9月21日，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称，俄军进攻了恰西夫亚尔附近，并对恰西夫亚尔附近的几个村庄展开了攻势。在此地抵抗俄军的乌克兰旅副指挥官报告称，由于俄军装备损失惨重，俄军步兵被迫使用4轮卡车、摩托车和全地形车发动进攻。目前来看，俄军的主攻方向仍然是波克罗夫斯克，也就是红军村一线。俄罗斯独立媒体称，在红军村东部，俄军正在沿着一条宽 2.3 公里、纵深 1.24 公里的战线向赫罗迪夫卡西部和西南推进，目前已经抵达赫罗迪夫卡西部。而红军村南部的俄军已经推进到乌克兰斯克以西1公里的地方，并占领了此处的塞里迪夫斯卡煤矿。尽管这些说法尚未得到官方证实，但有俄罗斯消息人士称，由于损失过大，目前俄军已停止对乌克兰东部阵地的正面攻击，正集中力量包围乌克兰阵地，为夺取乌克兰领土拖延时间。在俄罗斯本土的库尔斯克，双方的战线争夺同样陷入停滞。有消息称，在库尔斯克的乌军部队继续发动小规模进攻，但目前为止并未取得任何显著的进展，反而是俄军正在组织有效的反攻。9月21日，俄军继续在库尔斯克突出部附近发动反攻，收复了部分领土。有消息称，俄罗斯第83空降旅的部队在该地区发动了一次排级机械化进攻，推进到了苏贾市以北。然而，俄军的反攻并非毫无代价。乌克兰军事观察员科斯扬马丁马上为此表示，俄军近期从顿涅茨克方向上抽调了俄空降兵第106师的第137团和第119团的部队，从哈尔科夫方向上调来了第52独立炮兵旅的2个榴弹炮连，以及来自其他未指明部队的营级和连级部队，重新部署到库尔斯克州。考虑到这些精锐的空降兵部队是乌克兰东部战线的尖刀主力，可以相信俄军目前在乌克兰东部的攻势停滞和这些部队赶去库尔斯克救火不无关系。此外，乌克兰北方作战司令部发言人瓦迪姆·米斯尼克报告称，俄罗斯军队向库尔斯克州地区投掷了1000多枚滑翔炸弹。他表示，俄罗斯军队轰炸俄罗斯领土令他感到震惊。看完了俄军的动向，我们再来看看乌军是怎么把俄罗斯的后方搞得一团糟的。乌克兰总参谋部9月21日报告称，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穿过封锁，摧毁了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以北的季霍列茨克兵工厂和特维尔州史约镇附近的俄罗斯第23军火库。根据乌克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2个军火库都发生了爆炸和2次爆炸，直到第2天，大火仍然没有被扑灭。乌克兰方面称，季霍列茨克军火库是俄军3大军火库之一。爆炸发生时，一列火车刚刚驶入军火库，上面满载着2000多吨武器弹药，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朝鲜。而俄罗斯第23军火库则包含伊斯坎德尔短程弹道导弹和原点弹道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声称，俄军防空部队在夜间拦截了101架乌克兰无人机。季霍列茨克兵工厂的爆炸则是乌克兰的无人机残骸坠落引起的。目前，当地已经进入紧急状态，附近的平民也已被疏散。这让我们不禁要问，作为俄罗斯6大军火库之一的季霍列茨克，怎么就让乌克兰的无人机得手了呢？答案就藏在乌克兰国防部的另一个声明里。乌克兰声称，他们的无人机系统摧毁了保护季霍列茨克兵工厂的波多列特 K1 移动远程雷达系统，而这已经是开战以来乌克兰击毁的第5个此类雷达系统了。
据悉，波多列特 K1 是俄罗斯军队使用的移动目标探测雷达，工作在中距离的艾斯波段，造价可达500万美元，可以同时探测多达200个空中目标，探测范围可达300公里。从2015年开始，俄罗斯军队就在使用波多列特 K1 系统探测低空和超低空的空中物体，为关键的目标提供警戒和保护。乌克兰军队是如何击毁这些先进的探测雷达的，目前尚无定论。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指责伊朗向俄罗斯运送弹道导弹，用于对付乌克兰。然而，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尽管伊朗可能向俄罗斯交付了数百枚战术导弹，但并未交付配套的发射装置。而欧洲的情报官员则表示，伊朗近期不太可能向俄罗斯运送配套的发射车，因此目前俄军陷入了有枪无弹的尴尬情况。此前，欧美媒体报道，数十名俄罗斯军事人员正在伊朗接受训练，准备接收伊朗自制的法塔赫360战术弹道导弹。这是去年年底俄罗斯国防部与伊朗签订的合同的一部分。俄罗斯将购买法塔赫360以及另一种伊朗自行研发的阿巴比尔 OP 战术导弹，补充前线的火力缺口。法塔赫360战术导弹的最大射程为120公里，弹头重量150公斤；阿巴比尔 OP 的射程为86公里，弹头重量45公斤，配备有光学导引头，二者都属于战术弹道导弹。根据公开的航运数据，一艘遭到欧美制裁的俄罗斯货轮奥利亚港3号在今年夏天曾多次往返于伊朗和俄罗斯，有消息称船上装的正是这些战术导弹。然而，弹道导弹需要专门设计的发射器才能发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伊朗导弹专家法比安·辛茨表示，伊朗没有交付发射装置的原因，可能是伊朗使用的这些发射车无法适应乌克兰的气候和地形。据称，为了便于伪装，这些战术导弹的发射车都是由商用的卡车改装而来，而这些卡车不具备越野能力，更不要说穿越乌克兰地区的荒原了。此外，还有专家认为，伊朗蓄意扣押发射装置，是为了在新一轮谈判中获得更多的政治筹码。由于担心俄罗斯的监视，乌克兰于今日宣布禁止政府和军官在国家发行的智能设备上使用电报应用。在一份声明中，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表示，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确信，俄罗斯的特工能够监视该平台，从这一应用中窃取用户数据。电报消息应用的总部位于迪拜，创始人帕维尔·杜罗夫出生于俄罗斯，和普京政府的关系一向不佳。早年间，他因为拒绝俄罗斯当局的封杀要求而变卖了 VK 平台，离开了俄罗斯。上个月，杜罗夫在法国被捕，法国当局认为杜罗夫应当对电报平台上发布的消息负责。自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杜罗夫的电报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地区非常受欢迎，并且是极为重要的消息来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各地的军事指挥官、城市官员等定期在电报上发布战争最新消息，并向市民报告重要决定。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称，使用电报办公的官员不会受到新禁令的影响。据乌克兰媒体估计，截止到去年年底，75%的乌克兰人使用该应用程序进行交流，72%的人将其视为主要信息的来源。乌克兰方面的禁令发布后，电报发表声明，称其从未泄露任何人的数据，也从未向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任何国家提供聊天内容和数据信息。乌克兰外交部长近日表示，俄罗斯计划在冬季来临之前对乌克兰核设施进行打击。根据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的推文，俄军正在策划破坏核电站的配电设备，以切断乌克兰的能源供应。值得注意的是，在2021年，乌克兰全国的总发电量有 55% 都来自于核能。然而，自2022年开战以来，乌克兰的能源生产不断遭到破坏。目前，乌克兰严重依赖于3座核电站。如果俄军想要进一步削弱乌克兰的能源生产能力，恐怕只有从核电站下手了。联合国发布的报告称，今年3月到8月期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电力基础设施发动了9次攻击，摧毁了1万兆瓦的发电能力。联合国报告中称，这相当于乌克兰冬季能源需求的一半，而重建这些发电设施需要数年的时间。在此之前，乌克兰境内的短暂停电可能会是常态。9月22日凌晨，以色列国防军突袭了位于拉马拉的半岛电视台分社，并命令这家全球知名的新闻媒体停止运营。半岛电视台记者吉瓦拉·布代里表示，以色列军队全副武装闯入半岛电视台办事处，没收了他们的相机。他担心以色列人会销毁他们的档案。半岛电视台在5月份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持续压制自由媒体，违反了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其目的是为了掩盖其在加沙地带的行为。
自去年10月战争爆发以来，在加沙地区已有173名各国记者、以色列军队误杀。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挪威康斯伯格公司正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开设一个新的导弹工厂。按照康斯伯格公司的说法，未来几年内将向该工厂投资超过1亿美元，用以进行海军打击导弹和联合打击导弹的生产工作。随后，这些导弹将装备到 F-35战机上，以便美国空军更好地执行反水面战和对地攻击等复杂任务。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康斯伯格公司已经在澳大利亚开设了一家导弹工厂，侧面反映出该公司导弹的可靠性。预计美国的导弹工厂正式投入生产工作后，将有效提升美国空军的作战能力。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为提升印度空军的整体实力，印度打算对苏30M可爱进行升级，例如装备改进型红外成像搜索与跟踪系统、有源相控阵雷达等。此外，还将采购240台 L3EFP 发动机。这款发动机可显著提高苏30M可爱的爬升率、最大飞行速度等各项指标，同时它还拥有较高的燃油效率，可延长作战范围和续航时间，使苏30M可爱具备更强的远程打击能力。按照印度的说法，预计第一批发动机将在1年后开始交付，之后每年交付30架，共分8年交付完毕。此外，印度国防部特别强调，为实现国防武器本土化，这些发动机将会由印度4大航空公司进行组装，其中54%的部件也将由印度制造。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计划于9月21日在美国举行的4方会谈上商讨周边海域的联合巡逻计划，预计将于2025年正式执行。届时，美国将允许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海警登上自家海岸警卫队的船艇，来轮流对周边海域进行安全巡逻。据中时新闻网9月21日报道，美陆战队第251中队于近日接收了一架 F-35C， 使其成为了美国东岸第一支接收 F-35C 的陆战队部队。第251中队又称雷霆中队，隶属于第2陆战远征军第2陆战队航空联队第14飞行大队，此前部署在南卡罗来纳州波福特陆战队航空站，后为满足美陆战队远征需求，于2020年参与完坚定决心行动后暂停运作，开始全力筹备接装第35C 的相关工作。这一支消息，目前该部队已转移至北卡罗来纳州切里伯因特陆战队航空站，待后续更多 FOC 抵达后，将会进行整体机队的相关训练，以便执行各种任务。根据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圣彼得堡一家生产无人机等装备的企业进行视察时表示，今年计划大幅增加无人机产量，将达到去年产量的10倍。在2023年，俄军总共接收了14万架各类无人机。普京表示，目前俄罗斯仍在扩大无人机系统的产品线，无人艇与机器人等多功能平台也准备开始生产，其中大部分产品都将用于前线作战。根据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9月18日讲话中宣布，乌军胜利计划已经起草完毕，包括所有条款、所有要点，同时还做了必要的增补。泽连斯基表示，目前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实施这项计划。根据法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泽连斯基所提出的胜利计划，其中的要点之一就是乌克兰加入北约。德国媒体表示，在这项计划中，包括在一些交火地区实现停火，并达成冻结冲突的协议。不过，乌克兰总统顾问表示，不打算与俄罗斯就冻结冲突和局部停火达成任何协议。泽连斯基在访问美国期间，是为了谋求美国对乌克兰胜利计划的支持，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停火。根据媒体报道，美国空军首批增量合约将提供给安杜里尔公司与通用原子公司，这2架中程僚机原型机将在明年试飞，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与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落选。对此，洛马研发团队表示，之所以会落选，是因为他们提出的方案过于先进，这将导致协同作战飞机的成本升高，而获选的2家公司所采用的设计，并非像 B-21轰炸机那种拥有极致的延伸，而是采用了带有尾翼的设计。美国空军似乎认为，无人机并不需要极致的延伸，毕竟这是一种消耗性武器。洛马研发团队虽然理解美国空军的考虑，但却并不认可。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完整的延伸化设计，那么协同作战飞机在战场上的生存率就会变低，即便成本降低，
但依旧是一种资源浪费。超有工厂的分析表明，没有经过延伸化的中程僚机，至少会有80%以上会在战斗中被击落。9月20日，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当晚，以色列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以军对贝鲁特发动了定点打击。根据黎巴嫩媒体报道，在当天袭击中，以军至少发射了4枚导弹。9月21日，黎巴嫩真主党证实，在此次袭击中，真主党高级军事伊布拉辛·阿基勒遭遇袭击身亡。在真主党声明中表示，阿基勒是重要的指挥官，不过真主党并未透露袭击的多细节。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在9月19日，加兰特与军方高层召开了评估以色列北部战线军事行动的会议。加兰特认为，这是冲突的新阶段，将持续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军事行动，目的是让北方居民可以安全返回家园。随着时间的推移，真主党将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根据媒体报道，以色列重新提交了一份关于加沙停火的新提议，其中包括为哈马斯武装组织高层提供离开加沙的安全通道，以此来换取以色列被关押人员获得释放等内容。按照协议，以色列可以确保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以及其他任何想离开的哈马斯成员能够安全撤出加沙。另外，协议还呼吁解除加沙地带的武装，然后通过新的行政机制代替哈马斯。目前这项提议已经提交给美国方面，不过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尚未确认该消息。值得一提的是，黎巴嫩媒体表示，尽管哈马斯高层尚未收到该接信，但哈马斯认为新协议的内容是非常荒唐的，表示这项提议并未尊重过去几个月以来的各方斡旋。根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美国陆军将在2024年年底再次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重大测试，若是此次测试取得成功的话，明年便开始正式装备。根据报道，此次测试的高超音速武器由美国海军与陆军共同研发，此次将进行全面的全弹飞行测试，使其能够接近真正意义上的高超音速武器标准。2018年，美国国防部开始实施一项研发计划，为美国陆军与海军提供中远程高超音速武器，其中海军项目被称为常规快速打击，陆军项目被称为远程高超音速武器。除了这2个项目以外，还有空军高超音速攻击巡航导弹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高超音速袭击式武器。2019年，美国陆军项目正在启动，计划快速研发一款射程超过2700公里的导弹，并在20年首次进行了飞行测试，并击中预定目标。但在之后的飞行测试中，由于导弹助飞器的问题，发射试验接连失败。2022年，陆军与海军开始联合测试，但因武器系统出现问题，测试失败。此后进行的3次测试都因为系统出现故障而取消，直到今年5月份才首次完成全弹飞行测试。陆军项目还在军演中首次亮相。海军方面同样是在2019年启动项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作为主要承包商。按照计划，未来将装备在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与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上。2023年3月，海军正式授予洛马公司在朱姆沃尔特级上集成常规快速打击系统的合同，包括提供发射器单元、武器控制单元以及平台集成等内容，预计在明年年底完成改造，并具备初始作战能力。最后是空军方面，在项目一开始，空军选择研发的是空射快速响应武器，计划在 B-52轰炸机上进行挂载。然而，由于空射快速响应武器的测试接连失败，空军在2023年选择取消项目。另外，空军还在2022年启动了另一款高超音速攻击巡航导弹的研发项目，目前尚未公布具体细节。空军希望能由 F-35等战机挂载。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乌克兰的电报禁令是否合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